完美世界157集，10号斩杀各大古教弟子，让人闻风丧胆。在灵界的深处，10号放开了手脚，彻底爆发。周围金莲盛开，光芒四射，如同金色的海洋在波动，其璀璨的光芒甚至照亮了整个天穹，成功阻挡了赤色宝尺的攻击。同时，他以肉身之力直接抓向捆仙索，掌指间星辰转动，雷电化作星河。面对众多敌人的围攻，10号毫不退缩，反而勇猛地迎战2件至尊器。他的身体内灵身迅速冲出，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捉摸，追上了之前逃走的敌人。10号的灵身如同气吞山河般强大，将对手一一击败，血雨洒满虚空。最周的众人见证了10号的英勇，他们之前的憋屈和耻辱被一扫而空，10号的无畏和力量让他们感到热血沸腾。周围的尊者们惊呼，至尊器在这里应该是无敌，可是10号却以一己之力抗衡，从容不迫地向前杀去。10号的一拳直接轰击在血色宝尺上，将其震飞，几乎让火云洞的赤衣男子自食其果。他的掌中电光闪烁，与捆仙索相撞，雷霆万钧，仿佛龙吟九天，令捆仙索哀鸣。远方的各教民宿和天神都为之震惊，他们意识到10号的实力非凡，是至尊中的佼佼者。10号黑发飘扬，眼中闪烁着冷电，他仿佛是天地间的唯一存在，镇压八荒，俯视所有敌人。这一刻，他的血气冲霄，如同滚滚海洋，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威严。战斗继续激烈进行，火云洞的赤衣男子尽管催动着极静逆宝火云尺，却依旧无法抵御10号的猛烈攻势。在10号的神威之下，火云尺再次被击飞，发出了凄厉的清鸣声。10号如同不可一世的魔王，每一次抬手都伴随着神光崩裂虚空，他的一拳更是至强无比，震撼了整个战场。赤衣男子作为火云洞中的杰出高手，即使在教内排名靠前，也难以在10号的攻击下自保。火云尺横飞，他自己口中流着鲜血，都昭示着他的无力。在10号浩荡的拳风之下，赤衣男子的半边身子甚至出现了皲裂。随着10号再次逼近，赤衣男子面临的命运已经注定。10号的又一批拳击出，伴随着天地的轰鸣声，赤衣男子终于无法承受，形神俱灭。而那曾经威震一方的火云尺，在这一刻化为流光，遁入虚无，从战场上彻底消失。10号转身，目光如炬，紧紧盯着妖龙道门的女子。这一刻，他的气势无人能及，仿佛已经成为了战场的主宰，所有人都在他的威压之下黯然失色。一起上，杀了他！妖龙道门的女子尖叫。这一刻，他真的怕了，即便是初代一族的年轻至尊，也不能这么强啊！至尊器都无用了，根本奈何不了10号，这让他心头惶恐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自负，刻薄的神色被惊惧所取代。10号的战斗风格冷酷而直接，他的手掌如同绝世天刀一般划过战场，犀利无比。面对妖龙道门的女子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一击之下，女子的头颅飞起，血液随之喷溅。随着无头尸体倒在地上，10号继续前进，他的每一拳每一掌都充满了毁灭性的力量，2大古教的杰出弟子无一幸免，纷纷在他的拳下炸开，血染战场。随着战斗的结束，光雨洒落，战败者的尸体随之消失。数万尊者目睹这一切，陷入了沉默，他们的灵魂在10号的威势下站立不已。远处的各教民宿和天神也为之震颤，他们惊骇于10号的实力，连至尊器都无法阻挡他的步伐。10号的目光冷冽，扫向远方的各教高层，尤其是火云洞和妖龙道门的天神，他们感到了一股寒意。他们不确定这位最血后代的少年接下来会有何举动，心中不免生出戒备。最周的人们终于醒悟，他们为10号的勇猛喝彩，热血澎湃的高呼，整个地方因此沸腾起来。10号不为所动，他坚定地走向至尊古坛，说道：既然你们祖路做了这种事，就别怪我也出手。他的话语坚定而有力，表明了自己的决心。站在古老祭坛前，10号猛地转身，目光如炬地看向在场的群雄，他的声音响彻云霄：今日有我在此，妖龙道门、罗浮真谷、火云洞等，你们这些道统的人一个都别想登坛，谁敢靠近一步，杀无赦。他的话语如同誓言，宣告了对任何敢于挑战者的无情打击。10号的威势和决心让所有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不可招惹，所有人都震惊了。最强大的几个宗门的弟子都被拒之门外，无法通过这一关，这太疯狂了。这意味着要剥夺那些大宗门的机缘，使他们无法获得仙骨的契机。10号如同一座巨大的山一般站在祭坛前，要阻止各宗门在此镇压10方敌人。在远方，一些天神低语着最血后代，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杀意，紧紧盯着至尊古坛的方向。10号如同一颗耀眼的星辰，强大到令人心生畏惧。妖龙道门、火云洞、罗浮真谷的人更是震怒无比，他们的杰出弟子被10号斩杀，这种无法无天的姿态让他们感到了极大的羞辱和愤怒。然而10号站在至尊古坛前，衣衫不染尘埃，目光清澈，尽管外表清秀，却散发着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。8、9个古教派遣杰出传人在此守候，意图阻击10号，结果却是惨败，鲜血淋漓。
随着一声沉闷的鼓响，如同闷雷回荡，启荡着每一个人的心神。所有人都感到血液加速，身体剧震。冷漠的声音宣告着闯关考验的开始。70-80万尊者中，只有部分人沿着8条路进来，走到至尊古坛下，还未过半，考验就已经开始了。显然，最周的人被安排在最后，将有很多人因落后而失去资格，被甩在后面。10号眉心发光，一道金色光束飞出，化作一柄神剑，劈向人群中。他的元神力凝练无比，画出武器，6-7人惨叫着倒下，最终化为光雨消失。这些是妖龙道门火云洞的弟子，他们早先未能阻在路上，而是混在人群中躲避，但现在却被10号当众击杀。远处的神灵感到震怒，他们的弟子无意逃脱，让他们的脸色冰冷，难看无比。这些人身上的符文标志未能逃过10号的探视，以为躲在人群中就安全，结果却依旧难逃一死。10号的身影一晃，从原地消失，开始了他的登坛之路。他的步伐坚定，目光坚毅，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，他都将一一克服，展现出他的无双威势。数万修士汇聚一堂，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兴奋、激动与震撼。10号斩杀2大教派弟子的消息传开，不仅为他们清除了强大的竞争对手，同时也展示了最血后代的强势与无畏。10号在至尊古坛上的表现超乎所有人的想象，他没有选择直线上升，而是改变了方向，横渡至尊古坛，冲向另一个方位。至尊古坛的宏伟超乎想象，它超越了大山，通体乌黑，耸入云层之中。8个方位之间距离遥远，不同方向上的修士彼此难以感知对方的情况。10号能够跨越如此远的距离，迅速赶到另一地，这足以证明他的实力。观战的生灵们愤怒不已，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尊者竟敢如此蔑视他们这些与世长存的古教。随着10号的到来，至尊古坛上的人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罗浮真古的人和其他古教的弟子合在了一起，他们惊恐地发现10号已经将火云洞与妖龙道门的弟子斩杀。10号在至尊古坛上的行动震撼了所有人，他能够跃起的高度让人们感到不可思议，因为至尊古坛上的压力巨大，即便是强大的尊者也会行动迟缓。然而10号却能够轻松地在祭坛阶梯上降落，阻挡在这条路上。当有人试图用古镜探查情况时，10号额骨上的圣光再次腾起，震散了高空的云朵，引发了数万尊者的心绪躁动。这个方位上的所有参赛者都知道了是谁来了，他们意识到最血后代的恐怖。面对10号的挑战，这些古教的弟子无法保持冷静，他们中的一些人持有至尊器，试图与10号抗衡。只是在10号的强大力量面前，他们的抵抗显得苍白无力。战斗很快结束，那女子和其他几人相继倒下，尸体横陈在10号脚下。最周的修士们自然是最为振奋的，他们看到10号的行动，感到热血沸腾，他们大声高呼，为10号的勇敢和力量感到自豪。而远处的各教民宿则是大受震动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忍不住了，想要立刻出手制止10号的行动。天神们也是愤怒不已，他们的目光阴沉，杀意弥漫，对于10号的挑衅感到无法容忍。10号的行动无疑是在向所有人展示他的实力，他绕着至尊古坛而走，大开杀戒，将5个方位的人杀得片甲不留。而另3个方位的人已经登坛，场外观战的真神和其他强者也是握紧了拳头，他们感到憋屈，因为他们的弟子在他们的眼前死去。而一些天神的脸色更是黑如乌云，他们的杀意如同实质一般弥漫开来，他们感到这是对他们的耻辱。然而更多的观战者则是兴奋不已，他们乐意看到几大古老道统的笑话。10号的行为让他们感到刺激和兴奋，这是多年来未有的事情，让他们的心情随之起伏。10号向场外望去，他的目光冷冽，如同冷电一般射出。他没有说什么，但是他的眼神却让那些顶级大教的人马感到越发的愤怒。10号抬头仰望着巨大的祭坛，他开始迈步向上冲去，他将挑战至尊古坛的巅峰，展现出他的力量和决心。在一座黑色的古坛上，这座古坛共有9层，每上升1层，压力就会激增数倍，使得许多修士在攀爬过程中感到吃力，甚至有些人几乎要被压垮。然而10号却与众不同，他的步伐轻盈而迅速，轻松地冲上了第1层的最高处，令沿途的尊者们感到震撼。紧接着10号的速度虽有所放缓，但依旧不受阻挠，他继续冲上了第2层的顶端，这让在场的众人哗然。许多人还在第1层苦苦挣扎，而10号却已经轻松地到达了更高处。当10号再次跃起，尽管速度有所减慢，但他依然坚定地冲上了第3层，这让观战的修士们感到震惊。他们不解10号是如何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，还能保持如此高速的腾跃。至尊古坛的宏伟超乎想象，它的巨大甚至超过了太古魔月等，吸引了数十万修士前来攀爬。当10号到达第3层最高处时，他发现8个方位的路再次合并，只剩下一条盘山路向上。他意识到，如果他早知道这一点，就无需分别去击杀其他方位的对手。站在第3层的10号俯视着下方，成为了一夫当关的存在。当其他方向的人上来后，他们感到惊恐和愤怒，
因为他们已经得知10号如魔王般在杀戮。有人质问10号想要做什么，而10号则冷声回应，他的态度傲慢而自信，仿佛魔主临世，压迫的对手几乎窒息。一名女子尖叫着警告10号，他将惹来大祸，一旦回归外界，必将面临死亡。其他人也愤怒地表示，他们的道统将会让10号付出代价。但10号坚定地表示，罪血之冤终将大白于天下，今日他在这里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随着冲突的升级，10号展现出了他的强大实力，击败了所有对手，血流成河。观战的民宿中有人愤怒地低吼，甚至有神灵咆哮，无法接受他们的弟子被击败，甚至有弟子以自杀的方式退场。这对于他们的道统来说，无疑是一种耻辱。10号站在第3层上，独自面对着所有人的注视。至尊古坛上的气氛无法平静，无论是观战者还是坛上的修士，都将目光投向了他。就在这时，一群人出现，以6位白衣人为首，他们拖着宝盒，圣光笼罩，一步一步向10号走来。10号感到讶异，这些人竟是从第4层下来的，速度之快令人惊讶。6冠王的使者冷漠地宣布，他们将取走10号的性命，无人能够改变这一命运。10号大笑，他对6冠王的威胁不以为然，表示愿意成全对方的死亡愿望。10号面对着来自6冠王宁川的挑战。宁川，一个被视为古往今来最强大的尊者之一，他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无敌的传说和无法匹敌的力量。他曾6次显化于不同的历史时期，每次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，成为了一个无法超越的丰碑人物。面对宁川的使者6名白衣人，10号并未表现出丝毫的畏惧。这些白衣人手持宝盒，每个宝盒中都封印着宁川斩杀的强敌的宝骨，这些宝骨蕴含着强大的力量，足以震撼天地。然而10号以一己之力对抗这些宝骨的威力。当白衣人释放出先天离火和雷道宝术时，10号并未退缩，他以奇异的法相挡住了火焰，以金莲抵挡了雷光，甚至在面对圣珠造成的幻境时，他也能保持清醒，不被迷惑。10号的实力再次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随着战斗的升级，白衣人将手中的宝骨融合，形成了一条璀璨的手串，这是宁川的杀意凝聚而成，威力绝伦。10号在这一刻展现出了他的真正力量，他不仅抵挡住了手串的攻击，更是将其震散。10号的雷霆手段让他迅速解决了6名白衣人，对于那些试图逃跑的尊者，他也毫不留情，一一斩杀。最终10号转身继续向着祭坛上方冲去，他的目标明确，那就是取得10碗中的至尊液，过关后前往无人区。当宁川的神秘手串再次出现，试图采集10号的气息和铭记他的神魂波动时，10号反而霸气的回应，誓言在仙谷中将其击败。随着10号一步步攀登至尊古坛，他的速度虽然有所放缓，但依旧稳健的向上推进。每一层的压力都在增加，但10号却像是在背负着青天而行，坚定而有力的向前。当他最终登上第9层祭坛，并且成功取得至尊液时，整个灵界都为之震动。10号不仅创造了最周20万年来的记录，更是在取得至尊液后毫不犹豫地将其饮下，为自己的元神增添了一层神圣的光芒。然而就在10号准备离开至尊古坛之时，一股异常危险的气息袭来。一个法轮封锁了空间，数百件禁忌秘宝在狭小的空间内爆发，对10号构成了致命的威胁。但10号并未退缩，他以鲲鹏翅和轮回拳等强大的宝术将法阵破碎，将所有的大杀器化为齑粉。